看到小奇迹肆无忌惮的拆家，才明白回国后的他被宠成了孩子。不同于福宝需要奶爸割草的外场，小奇迹的外场草地已经被压倒一片，沟里躺着被连根拔起的小灌木，另一边则是被拆得稀烂的保护壳。很难不怀疑这小子一晚上没睡，特地趁王奶爸不在家搞了个大工程。第二天，奶妈戴上手套认命的扛走保护壳，而代班奶爸则愁得直挠脑壳。看来在王奶爸毫无底线的宠爱下，小奇迹已经变成了混世小魔王。维修师傅前脚给小叔换新的保护壳，这小子后脚就撅起屁股在上面做标记，万事俱备后脸上满是得逞的笑意。果不其然，第二天保护壳又用没了。不过看王奶爸这翘起来的嘴角，估计是舍不得责备小家伙了。甚至为了让好大儿放心大胆的拆家，奶爸会提前躲出去并偷偷观察，等到小奇迹释放完一身牛劲儿，才把他喊回房间里吃笋笋，然后勤勤恳恳地帮忙清扫战场，并象征性地跟好大儿谈一谈。不得不说，奶爸为了维护小奇迹，可真是煞费苦心。难怪曾经社恐不敢见人的小奇迹，如今跟癫猫似的天天放飞自我，更是凭一己之力养活工程队师傅，并且小奇迹还会吃奶爸的醋。当初看到王奶爸在紫烟院里割草，小奇迹直接气炸了，嘴里骂骂咧咧，随后更是满院子撒泼打滚霍霍小树。而最近王奶爸据说去照顾产崽母猫了，好几天见不到他的小奇迹又有小情绪了，于是爬上树守着隔壁紫烟大叔的院子，生怕对方丢下自己去照顾别的小熊。想必正是奶爸奶妈无止境的爱意，才让小家伙感受到家的温暖。当游客质疑小奇迹情绪低沉时，一向好脾气的奶爸忍不住维护好大儿。我这有点低沉。是呀，小奇迹有一点点。你不要这么解读他。奶爸对小奇迹的爱意真的肉眼可见，他会把笋笋亲自喂到小家伙嘴边，天热时则会将加餐放到阴凉处，担心小奇迹下班回家后寂寞。奶爸边给包笋边满脸笑意的陪他聊天，一整个就是人类父子相处状态。当小奇迹被胆大包天的咕咕鸟吓到后，奶爸放完加餐就会仔细观察周围，确定咕咕鸟不在才放萌兽出门。而当猫粉打趣叫他王奇迹的时候，奶爸脸上的笑容是一点都藏不住，可见他是真把小奇迹当成了亲儿子。有这么一位又专业又有爱心的饲养员，难怪小奇迹回国后压根不用姨姨们操心。看到小奇迹越来越放飞自我，才明白国内饲养员有多认真负责。只见王奶爸把小奇迹最爱的南瓜盆以及黄色滚筒搬到了院子里，并且放了许多笋笋、胡萝卜等小零食。一开门，小奇迹迫不及待地来到外场，两手捧着窝头吃的画面简直萌化人心。在奶爸奶妈每天源源不断的投喂下，感受到偏爱的小奇迹越来越放飞自我了。只见他吃饱喝足，竟直接在南瓜盆里拉青团，完事后还一脸得意的笑，仿佛知道做的不对。很难不怀疑小家伙是想试探奶爸奶妈的底线。从最初的小心翼翼缩在角落睡大觉，到对奶爸狂翻白眼，甚至生胖气跺脚脚，小奇迹无不展示着对这个家的归属感。因此王奶爸没有任何责备熊孩子的意思，毕竟自家的孩子自家宠，再调皮也得受着。前些天小奇迹换新邻居后有些不适应，不停暴走投喂的胡萝卜笋笋也不感兴趣。生病休假的王奶爸得知后，第二天就赶来照顾他。小奇迹暴走不吃饭时，奶爸就守在一旁劝说。小家伙不肯回家睡觉，而是躺在外场草地上时，王奶爸同样拖着生病的身体守护着熊孩子，每天都用尽心思安抚小奇迹，帮他尽快适应。因为感受到王奶爸毫无保留的爱意，小奇迹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接触新邻居。如今就算是隔壁打架，小家伙也不害怕了。这或许就是家人在身边的底气吧。这天，王奶爸和狼奶妈一起叫他回家，在奶妈的彩虹屁以及大笋笋的吸引下，小奇迹很快进内舍吃小零食去了，而王奶爸则趁机把外场收拾得干干净净，随后把熊孩子最喜欢吃的苦竹笋笋放门口。小奇迹边挺着将军杜炫笋笋边回头看奶爸，生怕一不留神对方就消失不见了。而这天王奶爸给熊孩子摆好各种加餐后，小奇迹先是在门口哐哐炫喜欢的竹子，完全没注意到窝窝头已经被咕咕鸟吃了。王奶爸担心小奇迹误事，赶紧出来拿走，脸上满是宠溺又无奈的笑容。随后又在熊洞门口放了一块超大窝窝头，小奇迹拿在手中还有些不知如何下口。这或许就是来自奶爸沉重的爱吧。希望小奇迹未来每一天都健康快乐，愿世间所有小熊都有幸福美满的熊生。看到萌二手掌受伤却不哭不闹，才明白他懂事的有多让人心疼。前些天萌二的手被竹篾割破出血，二小子不哭不闹，默默舔舐着伤口。看到老爷和奶妈赶来的身影后，萌二乖巧的来到门前配合兽医检查，好在并无大碍，只需上些药就可以了。即便消毒水洒在伤口上刺痛难忍，萌二也没有发脾气，而是不停揉搓躲躲。只能说隔着屏幕都心疼懂事的二小子。身为北洞最惹人喜爱的小熊精，别的小熊使出浑身解数对抗窝头，但萌二哪怕吃得不停叹气也不肯浪费。如此懂事的小熊值得这世间一切美好。有次萌二一直打嗝，肚子一抽一抽的，他可怜兮兮的抬头望向游客，满眼委屈。姨姨们第一时间跟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奶妈和李奶爸很快赶来观察萌二情绪，还把小家伙的一举一动认真记录下。萌二乖巧的配合饲养员们的检查，
李奶爸心疼的不行，拿来竹笋喂他，还细心的掰成小块喂到二小子嘴里，然后安安静静的陪伴着不舒服的萌二。他边吃边和奶爸对视，满满的都是爱。面面奶爸听说后，趁着午休来关心萌二，看到二小子精神多了，也没有再打嗝。面面奶爸才放心的拿来竹子和萌二互动，因为知道饲养员们都很宠爱自己，我们二小子学会了恃宠而骄。由于最近黄连奶爸去照顾胖大海了，萌二吃了表弟的醋不肯理奶爸，黄连就耐心的帮熊孩子按摩头皮，这熟练的动作一看平日就没少练习。萌二舒服的不行，自然也就原谅了黄连，父子俩就又恢复了往日的相亲相爱。就是说，如此懂事傲娇的小熊精，哪位饲养员能不喜欢呢？新的丰绒刚运来，奶妈会让萌二先挑，第二天他就带着自己的新玩具营业了。看得出萌二很喜欢新的丰绒玩具，捧着爱马仕包使劲在脸上蹭，新的花毛巾也被他用来擦脸擦头，动作人里人气的格外可爱。难怪就连徐老爷也格外偏爱萌二。这天老爷来给二小子送窝窝头，萌二又是疯狂摇头又是埋头选择逃避，可徐老爷不依不饶，非要往他嘴里塞。萌二扬起小脸试图蒙混过关，没曾想老爷直接给乖孙送上亲吻，这可把我们二小子迷得晕晕乎乎的，就连窝头何时到手的都不知道。随后徐老爷又给萌二拿来胡萝卜以及一堆笋笋，生怕乖孙吃不饱似的。萌二的幸福感简直快要溢出屏幕，只希望二小子未来熊生健康顺遂，在奶爸奶妈的宠爱下幸福快乐每一天。眼前这只很迷糊很埋汰的小熊，就是刚回国1年的香香公主。刚到四川时，她看上去香香软软的，绝对是从小锦衣玉食的优雅公主。可如今套上避风侠校服后的香香，像极了撒尿和泥巴玩的邋遢小屁孩。因为不想吃窝头，香香正努力进行销毁，抠下来的碎屑甚至比小公主的肚皮还白。当香香爬树玩时，就好像一只棕熊挂在上面，只能说没有小熊能干净的在避风峡展出。美香的儿子贝贝留学归来后，同样在这居住，每天都在他那后院挖呀挖寻觅宝藏，屁股痒了就撅起焦糖色大腚不停蹭树，看似很快乐，实则快乐死了。有时贝贝为了挽回海龟高富帅的形象，连夜用爆炸盐把自己搓得白到发光，只是没几天就重新加入到挖煤大军里了。此外，奥氏集团新晋大股东嘉阳同样痴迷结实耐造的避风侠校服，就是这只浑身上下只有牙白的埋汰熊，眼神中还带着3分讥笑3分不屑和4分漫不经心。一起来挖煤吗？虽然拥有双野2代的高贵血统，但他坚信只有深入民生才能造福熊类，于是他每天和弟弟加百挖煤炸矿，下班后的兄弟俩黑得发亮，不分你我。和远处刚洗完澡白白净净的邻居相比，两熊莫名有种落难兄弟的既视感。就是说，避风峡是有举办挖煤赛事吗？为什么小熊们一个比一个埋汰？就连外表乖巧可爱的伊人也痴迷挖煤，甚至比其他男熊玩的还脏还邋遢。而先前一直保持浅黄色的车座子哥小将也忍不住对半山腰的红泥下手了，直接把自己造成黄黑交加的邋遢熊。其实避风侠校服也为熊猫宝宝量身定制，仔仔玩得很开心，但奶妈一抱一个不吱声，感觉帕子已经无用了，得直接上爆炸盐。不过因为避风侠的小熊个个都玩得很脏，没少遭到质疑，甚至被指责对熊猫不上心。事实上，避风侠所在的雅安别名叫雨城，不仅经常下雨，就连日常空气都是潮湿的，因此土壤植物总是湿漉漉的。熊孩子打个滚就会弄脏皮大衣，早上刚洗过澡，中午就遭一身黑黄，倒不如让熊孩子解放天性，顺其自然。并且饲养员照顾熊猫非常上心，熊孩子们个个吃的圆头圆脑圆肚皮。社恐的香香也是在奶妈的安抚下，才得以展出和猫粉们见面。希望熊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长大，吃喝不愁，无忧无虑每一天。原来疫情期间北洞鲜少有游客时，萌兰仍是每天按时上班的暖心小熊，并且每当出现在外场的时候，萌儿总是活力满满，面带微笑，踏着欢快的步伐直奔游客而来。尽管大部分时间窗外都空无一人，但暖心的萌兰还是担心游客会扑空，因此哪怕阳光晒得她不停喘粗气，萌儿也不回去，而是趴石头上歇息。如此暖心的小熊怎能不让姨姨们喜爱？因此即便无法去北洞探望心上熊，猫粉们也会通过官方发布的短视频了解萌儿的近况，表达内心思念。萌兰似乎知道有为无数姨姨在关心自己，因此当工作人员扛着相机来拍摄视频时，萌儿主动走到镜头前，小手搭着木桩，下巴一点一点的不停发射爱心 wing。这调皮傲娇的小模样简直要迷死个人。等到疫情退去，北洞迎来数不尽的游客，喜欢热闹的萌兰开始使出浑身解数整活，每天都开发一个新技能哄姨们开心，并且也在用自身温柔治愈身边所有事物。早上出门，萌兰直奔窗边开粉丝见面会，跟每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热情打招呼。暖心的萌儿知道姨姨喜欢看自己整活，所以她每天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当疲惫的萌兰准备回家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游客发出失望的叹息声，萌儿踏进房门的脚迟疑了一下，最后舍不得让猫粉失望的她果断折返，踏着欢快的步伐摇头晃脑地跑出来，仿佛在说姨姨们不用伤心，萌儿来了。如此暖心，难怪会成为无数猫粉的心上熊。而面对和自己朝夕相处的饲养员，萌兰同样回馈以自己最大的热情。
当帅奶爸隔着玻璃摸她小脸时，么么儿热情起身伸出熊掌回应，一人一熊间的甜蜜互动羡煞旁人。当奶爸想摸摸萌兰却摸了个空时，小家伙察觉后毫不犹豫地凑上前，主动示意奶爸摸摸自己的鼻子。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萌兰是天使小熊。当初胖大海刚回北洞时很不适应，社恐的他经常独自待在树上神情恹恹。萌兰发现表弟情绪不佳，便主动找他聊天，还会在胖大海思念妈妈时耐心安慰。想必萌儿就是熊猫界的治愈天使吧。再过1个多月就是萌兰的9岁生日了，不知北洞会给萌儿准备什么样的生日会呢？但不管怎样，萌兰绝对值得世上一切美好。愿萌儿未来熊生快快乐乐，健康无忧。看到大熊猫鹏鹏临终前紧紧握住奶爸的手，才明白爱真的能跨越一切物种。这天鹏鹏突然食欲不佳，吃不下东西，就连最爱的胡萝卜和笋也提不起兴趣。负责照顾他的唐奶爸得知此事，心急如焚，立马抛下手中的工作赶过来。看着鹏鹏恹恹的模样，奶爸很是心疼。他把胡萝卜掰成小块喂到熊孩子嘴边，或许是不想让唐奶爸为自己担心，鹏鹏强撑无力的身体慢慢咀嚼胡萝卜。而正当奶爸起身想去给他拿嫩笋时，鹏鹏却突然抓住对方的手，不愿他离开。要知道鹏鹏11岁就患上了白内障，视力很差的他在笼子里都时常撞到鼻子。不知鹏鹏是如何精准抓到奶爸的手，或许此刻他已预感到自己即将离开，才会使出最后的力气紧紧握住奶爸的手。即便看不见，但他的心永远和对方在一起。就这样，唐奶爸和鹏鹏静静待了许久。奶爸安慰明天上班定会第一时间来陪他，然而他怎么都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当晚，鹏鹏因脑炎引起癫痫致脑内出血，经过11天抢救后，还是不幸去了潘达星球。奶爸悲痛欲绝，不敢相信鹏鹏离开了自己，但最终只能接受现实，含泪送走最爱的孩子。虽然鹏鹏是英雄大熊猫盼盼的儿子，但一生都在流浪辗转，在全国各地打工，导致他年纪轻轻就一身病痛，还患有白内障。直到14年15岁的鹏鹏才结束打工生活，回到都江堰养老，并遇到了真心爱他的唐奶爸。因为鹏鹏视力不好，行走时经常撞到鼻子，奶爸耐心地利用食物教他如何分辨左右。我还尝试过教他分辨左边和右边，当把食物放到他左边，告诉他这是左边，然后他一闻到食物的味道，他会偏头向这边过来，然后来吃这个东西，就用这个方法帮他分左右。可以说唐奶爸给了鹏鹏无微不至的关爱，虽然他吃东西慢，但奶爸总是十分有耐心，满脸宠溺地看着鹏鹏一点点嘬盆盆奶喝，还时不时摸摸熊熊的脸蛋，告诉他不用着急。要知道成年熊猫都有很强烈的领地意识，哪怕是关系亲密的饲养员都可能会被攻击。可鹏鹏对唐奶爸极其信任，从不排斥对方，还会主动靠在栏杆上撒娇要对方按摩。而奶爸不仅能近身给熊孩子投喂食物，甚至会像朋友一样和鹏鹏排排坐晒太阳，一人一熊相依偎的画面简直不要太温馨。不仅如此，唐奶爸还喜欢给鹏鹏打扮，小家伙戴红领巾以及头顶荷叶的照片，不知萌化多少姨的少女心。每年鹏鹏过生日，奶爸都会亲手准备礼物，普通的胡萝卜被他雕刻成精致的礼物，就连苹果也雕上了花，上面还有鹏鹏的名字。可见唐奶爸完全把他当成亲生孩子对待，不得不感叹，原来爱真的能跨越物种。想必远在潘达星的鹏鹏也很思念奶爸吧，也希望世间所有熊熊都能遇到真心疼爱自己的饲养员。原来国宝大熊猫也会看人下菜碟。这天小白天早早在门边摆好姿势，静等来送加餐的饲养员给自己按摩。没曾想来者竟是铁面无私的太老爷。小白天瞳孔地震，顿时感觉天都塌了，心想天哪，熊熊要怎么做才能化解尴尬？随后他走来走去，假装一副很忙的样子。豆角咋卖的呀？今天这地好像有点不平。短短几秒，简直使出了熊生所有演技，最后更是乖巧的接老爷递来的笋，老老实实的坐到另一边墙角吃去了。要是面面看到闺女如此乖巧可人，估计都要哭晕在厕所了吧。想当初面面来给小白天送窝窝头，结果按摩甜言蜜语齐上阵都没能打动他，最后被整到生无可恋还不算完，甚至被迫品尝了下小白天的脚丫子。就是说有这样一位调皮傲娇的闺女，难怪面面才更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那一幕。都知道黄连奶爸给炫饭的萌儿梳毛时，被惹毛了的二小子当即举着笋笋威胁他，黄连就像做错事的孩子，压根不敢动弹。而当萌儿效仿白天撅起屁股要按摩时，徐老爷哭笑不得，轻轻拍了拍他的熊腚。小家伙恼了大胆，竟然敢摸熊家的屁股，可发现对方是最爱的徐老爷后，萌儿当即消气并躺下使劲撒娇，老爷笑笑也要老爷按摩。这变脸速度逗得刻板的面面都笑成了一朵花。果然北洞就没有不喜欢徐老爷的熊熊。影后萌萌作为徐老爷的亲闺女，在对方面前完全是长不大的小宝宝。徐老爷来送加餐，萌萌开心的打招呼，而老爷也宠溺的跟着蹦跳配合闺女，一人一熊玩的简直不要太开心。不仅如此，当萌萌吃笋笋的时候，徐老爷看着闺女鼓鼓的肚腩很是好奇，忍不住摸摸，明明是吃素怎么这么胖了。然而就算肚皮都被老爷摇成了波浪鼓，萌萌也没生气，而是慢条斯理的继续吃笋。这要是换成黄连奶爸，估计手都不保了。毕竟当初他只是轻轻捏了下萌太后的脸，萌萌就直接生胖气一巴掌呼了过去。就是说黄连才是全北洞最卑微的饲养员吧。不仅如此，萌兰也会区别对待奶爸奶妈。当暖心的萌儿和奶妈进行拔河比赛时，
他故意不用力，甚至给对方比了个大大的心，软萌可爱的模样，不知萌化多少一亿的心。然而和奶爸拔河时，他直接觉醒尸铁兽血脉，慢慢使劲一拉，对方就被拽了个趔趄。哪怕奶爸用脚蹬台阶借力，也占不到任何便宜。就是说，萌兰还挺绅士，知道不能欺负女孩子，也难怪萌儿能获得万千猫粉的喜爱。而网友们还知道北洞熊猫的哪些趣事呢？看到大熊猫暖暖认出马来西亚奶爸，才明白他们的感情究竟有多深。最近大马奶爸再次来到南京看暖暖，虽然他们的内心满是对小公主的思念，但由于担心贸然呼唤会惊吓到暖暖，两位奶爸一直默默地看着她，满眼温柔。而看到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暖暖，如今能娴熟的包笋笋，一口一口吃得很香。大马奶爸激动地伸出大拇指表扬她，实打实的为自家闺女感到骄傲和自豪。随后奶爸怀揣着激动的心轻轻呼唤暖暖，没想到小公主听后猛地转头望了过来，仿佛不敢相信日思夜想的大马奶爸来了。四目相对时，相信所有委屈都烟消云散了。虽然离别6年，但好在彼此都没有忘记。当大马奶爸挥舞着手劝小公主下班回家时，暖暖听懂后瞅了他一眼，就乖乖起身回去了。聪明可爱的样子，难怪会让奶爸念念不忘。身为在马来西亚出生的首只熊猫幼崽，暖暖可谓从出生起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首次展出时，奶爸像捧无价珍宝一样，轻轻地将眼神懵懂的暖暖放在小床上。由于年纪太小，小公主没一会就犯困了。贴心的奶爸急忙拿来熊猫玩偶让她枕着，一整个把暖暖当成亲闺女对待。有次调皮的暖暖惹了凤姨妈妈生气，结果被妈妈拖下树好一顿胖揍。小家伙委屈的躲在角落里默默伤心，心疼的奶爸赶紧过来温柔安慰暖暖，就算被小家伙甩开手也没有离开。奶爸一直耐心哄着，直到暖暖破涕为笑。随后一人一熊开开心心回内舍去了。因为一直被爱，暖暖格外信任奶爸，即便对方靠得很近，也从不亮出爪子，甚至还会撒娇般的抱住奶爸的手。如此可爱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喜爱？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暖暖回国那天，奶爸冒雨含泪送别，担心他饿肚子，就拼命往集装箱塞竹子。暖暖似乎也预感到离别显得闷闷不乐，但好在爱真的能跨越时间的长河。奶爸不仅拿着暖暖小时候的玩偶来探他，还非常关心小公主的终身大事，甚至想让她跟家世显赫、样貌出众的萌兰相亲。而当奶爸听说伏虎是暖暖的绯闻男友后，特地去隔壁考察了这位未来女婿。伏虎也很配合地展示帅气的正脸和身材，争取一举夺得老丈人的认可。只可惜伏虎和暖暖有血缘关系，这辈子也只能做好朋友了。至于暖暖的夫婿，还是得让奶爸操心。本来以为萌妹飞云已经够漂亮，没想到她的哥哥银科更漂亮更可爱。眼前这只长相甜美奶乎乎的小熊，就是萌妹飞云的哥哥银科。虽然已经15岁，但仍像宝宝熊一样可爱。银科和飞云有着同款仓鼠脸、微笑唇，短粗的嘴筒子连栏杆缝隙都伸不出去。而看到奶妈肆无忌惮的抚摸小家伙，对此只想说山东确诊一例红眼病。其实银科从小就人见人爱，熊见熊腻歪，身为见到他直接化身小娇妻上前贴贴。银科想去拿点东西吃，却怎么都挣脱不开，只能无可奈何的宠着这位小娇妻。长大后，银科来到临沂动物园生活，在饲养员的悉心照顾下，长得白白胖胖，从侧面看完全就是实心的大汤圆。每次出外场时，银科都特别活泼，一会翻滚，一会爬树，简直使出浑身解数，主打不能让粉丝一一的票白买。并且银科还特别喜欢和游客贴贴，瞧着奶乎乎的大脸蛋儿和迷人的双眼，就是说谁能不爱科科王子呢？此外，银科和海南岛岛主共共顺顺一样，除了父亲节啥节都过，还有小零食吃。2月2龙抬头，全家健康好兆头，财富满满在手头，大吉大利在心头，收到祝福好年头，幸福如意是龙头。就是说很难想象长了张娃娃脸的银科，如果开口就是地道的灵异话，会是啥感受？元宵节，饲养员举着萝卜灯给银科送祝福，奶妈也暖心的给他准备了水果及窝头汤圆，甚至就连一旁的小雪人也有份血汤圆。结果这小子吃完自己那份，又去扒拉血汤圆，发现不能吃，便以为奶妈是在故意整自己，气呼呼的他直接一巴掌把汤圆干飞了，动作迅速到压根就没有停顿。不仅如此，银科还拥有数不清的丰容，奶爸甚至还给他做了个木头飞机。这小子很喜欢玩，经常幻想飞上天空。然而即便奶爸奶妈尽心尽力照顾银科，网上仍有些人造谣他被虐待没有吃的，甚至表示银科饿的都开始啃墙皮了。就是说谁家好熊熊会饿到200多斤，更何况银科还遗传了妈妈喜妹的小体型。而元芳也放出了他半夜吃宵夜的视频，看这小子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吃个不停，就知道他白天上班呼呼大睡是有原因的。虽然临沂动物园只有银科一只熊猫，但饲养员从不强迫他出门营业，银科玩够了自己就会开门回家睡大觉。当元芳给银科送来新玩具的时候，奶爸会亲身测试一番吊床的耐造程度，生怕质量不过关再摔到自家好大。如此圆润的体型，如此高质量生活，还有着真诚善良的奶爸奶妈，想必银科才是熊熊羡慕的对象吧。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头，希望键盘侠们手下留情，理智对待问题。北洞窝头的杀伤力有多大？
竟能让滚滚们团结一致拒绝品尝。只见胖大海委屈巴巴的紧绷小嘴，浅闻了下窝头就赶紧拿开了，随后开始认认真真的用爪子扒拉，感觉他吃一口就能丢10口的量。这下胖大海终于知道萌大脑袋为何痒痒了。原本恨不能用眼神杀死咕咕鸟的他，如今会假装看不到小鸟来偷吃窝窝头，主打一个雄声如戏，全靠演技。太子妃小白天在吃窝窝头方面简直有800个心眼子。有次小白天正悠闲地躺在地上吃笋，突然感觉不小心往地上掉了一块，于是他伸出爪子慢慢摸索，终于找到了。没曾想拿起来一看，竟然是窝窝头。小白天赶紧假装不在意地放开了手，生怕晚一秒窝窝头就自己飞嘴里。有时小白天貌似很乖巧地接过窝窝头吃，实际上奶爸一走他就立马扔到墙角里。而目睹这一切的姨姨们大义灭亲，七嘴八舌地跟徐老爷揭发了小白天的行为，气得太子妃一整天都背对着游客营业。而北洞最抗拒窝头的熊熊就是花点点，曾创下逼疯7位奶爸的战绩无熊能敌。每次奶爸拿着食物来投喂花点点的时候，哪怕只是闻了一下味道就皱起了鼻子，随后扭头就走，心想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就算奶爸刻板成流浪汉，也坚决不肯委屈自己。有次奶爸玩心眼想来个狸猫换太子，趁花点点不注意的时候用窝头替换笋笋，没曾想他一眼识破，还意味深长地看向奶爸，仿佛在说虽然是熊但我并不是没有智商。此外唯一的窝头标兵萌二也被窝头吓跑了。这天黄连奶爸给二小子拿来了2块窝窝头，被蒙在鼓里的萌二细嚼慢咽地吃完了一块，扭头发现奶爸又递来一块又大又厚的窝头砖，吓得我们二小子拔腿就跑，都跑出了残影。过分逮着熊家一个劲儿的薅是吧？而蒙家大哥蒙大同样对窝头誓死不从，奶妈为了让他吃点，提前把笋笋都拿了出去，气得蒙大直接伸手把一旁的竹子掀翻了。这小暴脾气把奶妈吓得都站了起来。据说北洞熊猫之所以抗拒窝窝头，是园方为了让熊熊们减肥和保护牙齿，没有往里面加蜂蜜，以至于口味有点怪。就连偷吃的乌鸦也被噎得不停干呕翻白眼。只能说除了两脚兽，就连动物也不爱吃减脂餐。天下第一好的于可于爱还是分开了，起因是哥哥于可有了领地意识，并在本能的促使下开始驱赶妹妹，而于爱却还不懂这些，再加上体型稍小，因此总是被哥哥揉捏，毫无反抗之力。这天天气炎热，于可来到水池泡澡，之后又来到树下玩了会就离开了。这时爱爱也来到水池边想泡澡降温，可可发现后立刻跑过来驱赶妹妹，于爱却以为哥哥是在跟自己玩闹，不仅没还手，还露出肚皮跟对方撒娇，但最终还是被可可驱赶离开了水池。或许是出于对两熊安全的考虑，从昨天开始兄妹俩就分开展出了，于爱上午营业，于可则是下午。分开后两熊状态看上去好了很多，于爱可以毫无顾虑的在水池里泡澡，躺在玩具盆里晃悠着小脚丫分外悠闲，而可可独自营业时也显得放松许多。小家伙坐在秋千上的画面格外可爱，同时也希望猫粉们能理智看待问题。可可是无法对抗本能才会驱赶妹妹，而爱爱也是真心对待哥哥才不反抗。无论于可还是于爱都值得被爱。当初二顺妈妈和可爱兄妹分开后，两熊就像一夜间长大了般互相安慰。一向独立的爱爱主动来到哥哥身旁，用无声的陪伴安慰想念妈妈的可可，而往常喜欢和妹妹打打闹闹的于可，此刻一把将爱爱搂紧怀里揉捏，彼此温暖的画面不知让多少姨姨泪目。当于爱下树却迟迟找不到落脚点时，着急的可可赶紧站起身拖住妹妹，哪怕自己不小心摔了也不放弃，甚至还想让妹妹踩着自己的熊脸下来。而前段时间于可的手掌受伤后，爱爱则像小大人一样照顾着哥哥，知道对方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特地打包竹子跟哥哥一起吃，即便自己已经吃得饱饱的，但看到竹子没了还是会主动去拿。当奶妈来给兄妹俩送来胡萝卜后，于爱清理手掌时突然想到哥哥手受伤了，于是便凑上去轻柔地帮他舔舐。妈妈说过舔舔伤口就不疼了。兄妹俩的感情不知治愈多少姨姨的心，虽然情感上希望兄妹俩能相处更久些，但一切还是要以两熊的身心健康为主。希望可可爱爱未来熊生每天都快快乐乐，即便分开也不要忘记曾经温暖的过往。盘点熊猫圈最会赚钱的5只小熊，第5名灵岩，3分钟让霸道总裁豪掷3000万。当初一位企业家来峦洞游玩，胖岩凭借火眼金睛认定此人非凡，赶紧将蹦迪武士等才艺统统安排上，仅用3分钟就让企业家为他转身，并得到了对方高达3000万的赞助费。不得不说胖岩这牌面也是无敌了，估计园长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他。当初灵岩来河南时恰逢3年疫情，没啥收入的峦洞只能靠借贷款，把灵岩和麦麦养得白白胖胖，但好在胖岩懂得感恩，愣是在南花花北萌兰的绝境中，凭借搞笑气质将峦洞干上市。第4名香香，5年时间狂揽人民币27.8亿，平均每年能赚5个亿。因为是首只出生在日本的幼崽，香香公主从小就备受瞩目，单是征名环节就收到32万条回执，并且由于想见香香的人太多，逼得园方只能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每天限2000人，观看时间1分钟，即便条件苛刻仍无法阻挡粉丝的热情。据专家估算，自从香香出生后，上野动物园周边的商业圈全年销售额增长了18亿人民币。第3名福宝
一年给爱宝乐园带来12.8亿经济收益，每月油管账号的视频收益就有50万，周边平均100块，而销量足足有300多万。此外，福公主的写真集已发行5本，每本都是能卖到断货的程度，可见福宝绝对是爱宝乐园的吸金兽。如今福公主马上就要结束隔离期，据说她的名牌已经安置在了神树坪，再加上从美国回来的顶流明星显奇迹，这是分分钟要把神树坪干上市的节奏啊！第2名萌兰，仅凭5块钱的门票就把北洞干上市，据说是北洞的最大股东，身价3000亿。有的网友说萌兰没有金主爸爸，殊不知熊家自己就是自己的金主爸爸。此外，三太子的带货能力也不容小觑。想当初读者开年第一刊应用了张萌兰插画，不仅登上热搜，销售额更是直接暴涨，恐怕商家做梦都没想到，这泼天的富贵竟是只大熊猫带来的。第1名花花，22年成都全年的旅游收入为2224亿，而次年花花全网爆火后，成都旅游收入直接增加1477亿，据说其中1/3都是花花的功劳。成都基地也成了全国热门旅游景点，每天光门票收入就高达1500万，这还不算游客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只能说这哪里是熊猫，分明是聚宝盆。而为了感谢花花这些年的贡献，成都文旅局特地聘他为荣誉局长。这下再见到花花可得喊花局长了，想必在花局的带动下，成都旅游业将越来越火爆。原来大熊猫也有掉毛尴尬期，它会掉毛的，特别夏季，亚成年的就比较明显，还有个成年的夏季它都会换毛。它掉了毛哈，到冬天自己有些就长起来了。由于最近气温逐渐升高，熊孩子们慢慢脱掉了毛裤，而杭州动物园馆长春生更是换上了夏季限定版黑丝。就是说，如果这模样被面高兄弟看到，两熊肯定会跟邻居圆梦蛐老大哥，并顺便讲讲曾被对方揉捏的凄惨往事。如今基草北辰除了要断奶饮，每天还沉迷于弹棉花赚奶粉钱，只是小手轻轻往身上那么一挠，大把大把的棉絮就掉了下来。感觉北辰看到后眼睛都瞪大了，并试图把毛毛重新粘到脑袋上。难道我小小年纪就要秃顶了吗？此外，虫洞哥宝熊蟒晨晨同样在掉毛，黑棉裤脱成丝袜，就连尾巴都炸开花了。不过这个腿怎么越看越像穿了鸡脚袜？只能说但凡接受这个设定就回不去了。都知道女明星花花从小炸毛，长大后毛发更是比其他小熊长，脱毛对她来说完全就是减肥，搭眼一看就感觉瘦了不少，只是朵朵间的距离显得更远了。估计打个车都得100块。别的小熊都是毛裤换黑丝，萌二却脚不掉毛换上了豆豆鞋，主打一个与众不同。或许是觉得这样很酷，想保持下去。当徐老爷来给萌二抹药的时候，年前碰一下二小子，缩一下脚脚，就是说莫名觉得这画面有些可爱。但为了熊孩子身体健康，徐老爷只能喊来兽医玩声东击西，老爷负责用果果吸引二小子注意，兽医则趁机涂药，萌二完全招架不住。其实滚滚们不光身上掉毛，就连眼睫毛也会掉。原本季兰还有2根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显得眼睛特别大，没多久便掉了1根，后来干脆就没了。好在并不影响颜值，并慢慢长了出来。而网友们得知熊猫会掉毛后，纷纷表示既然掉毛就不养了，毕竟自己有鼻炎。还有人喊话官方赶紧把毛收集起来，做成毛绒玩具肯定会卖得火爆。更有网友表示让北洞乌鸦帮忙收集，毕竟薅国宝毛毛这事儿他们最在行。这天萌兰正趴在木架上小憩，乌鸦夫妇瞅他没动静就过来了，边薅毛还边用脚踹着熊屁屁，一看就是薅毛老手了。原以为乌鸦夫妇随便薅点就走，没曾想俩鸟越拔越起劲儿，没一会就薅了满满一嘴的毛，很难不怀疑他们想搭个席梦思。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熊猫去世呢？眼前这只冲游客翻白眼的小熊就是萌大，是人教版小熊萌二的双胞胎哥哥，也是北洞唯一因爱好交朋友而被投诉的小熊。就连萌兰也曾被大哥教过很多次。当初刚回北洞不久的萌兰来找大哥玩，两熊隔着铁网叽叽咕咕的聊天互动，也不知聊到什么话题，萌大直接倒立给三弟表演了一出天降甘霖。萌兰猝不及防被大哥浇了满身满脸，反应过来的他倒在地上不停揉搓躲躲，试图用泥土把身上的液体擦干净，简直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但后来爱交朋友的萌大也被制裁了，据说有游客认为此举有伤风化，反手就是一个投诉，并要求他写检讨。而萌大也成为史上首只被投诉的熊猫。别看萌哒哒长相憨态可掬，但实则这小子足足有800个心眼。如果到了加餐时间，奶爸还没送饭，这小子就会把门关上，然后用力敲，声音大到把萌二都吓了一跳。当萌大发现这招已经不好用了后，他灵机一动，又开始飙演技，就是啃一口丢一口的假装吃竹子，让奶爸知道他有在好好吃主食，生怕对方看不见，还直接扒在了门上。然而萌大最后等到的不是美味笋笋，却是一块令熊闻味色变的窝头。忍不了一点的他宁愿捡地上的笋皮吃，也不肯吃那豆汁味的窝头。当萌大躺在内场听到奶爸送加餐，他满怀期待的抬头等待投喂，结果飞进来一片干巴巴的窝头。萌大悬着的心终究还是死了。而且萌大还会看人下菜碟。有次奶妈为了让这小子乖乖吃窝头，趁他不注意把笋偷偷拿了出去，
蒙大发现后，气得直接把竹子都掀了。可奶妈才不惯着他的臭毛病，起身关门走人，顺便喊来奶爸监督。蒙大一见开门的人是面面奶爸，他拿起窝头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好一个能屈能伸的小熊精！此外，蒙大还有个特殊癖好，就是喜欢在下巴上垫东西，趴累了就随手拿一块木头垫着，简直和夹心挂树有异曲同工之妙。别的小熊的竹子都是掰来吃的，而蒙大却是用来垫脖子的。不仅如此，解暑降温用的冰块、玩具小红球、胖大海熬夜编的鸡笼，甚至平日擦脸的毛巾也能垫下巴。而且作为一只爱干净的小熊，蒙大早上营业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洗白白后就用毛巾仔细擦干净。平日里的他还会用喝水盆洗脚脚，洗完再喝一口，主打不能浪费。当初节假日北洞游客非常多，饲养员特地做了禁止喧哗的牌匾，可仍有小朋友不顾劝阻大吵大嚷，烦得蒙大翻着白眼高举牌匾，小屁孩就知道瞎吵吵。只能说蒙氏家族果真不养闲熊，滚滚们一个个跟成精似的聪明，难怪国宝大熊猫都有黑眼圈，原来他们私下都是熬夜战神。这天夜深雄静潘旺却失眠了，只好打着手电筒翻来覆去的变换姿势，只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半分睡意。而看见对面的仔仔睡得十分香甜，潘旺不满的哼哼叫，想让他陪自己熬夜。被吵醒的仔仔被迫打开手电筒，您的旺仔已上线咋了吗？只能说同样是无人打扰的私熊时间，有的熊想睡睡不着，有的熊却彻夜狂欢。飞云的妈妈菲菲虽然已经28岁高龄，但她仍痴迷夜生活，经常半夜起来炫饭，吃完也不睡觉，而是自娱自乐吐舌头玩，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快乐。福宝喜欢晚上跟草和和开座谈会聊八卦，因此第二天需要徐奶爸和谢奶爸轮番哄，图公主才能睡眼惺忪的从内舍出来营业。草和和则直接趴在熊洞前睡得昏天黑地。于爱同样主打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自从虫洞施行滚滚自由出入熊舍后，爱隔三差五就打着手电半夜出门吃宵夜，这作息时间简直和当代年轻人一模一样。基地之花北川身为被救助的野生熊猫，从小没在野外吃过什么好东西，因此夜深雄静时他果断选择偷偷炫饭，左一口右一口，朋友们少吃一点点。最后做贼心虚的他被竹筐吓了一哆嗦。如果说熊猫界谁的夜生活最丰富，那绝对是生活在峦洞的显眼包灵岩。白天他哐哐整活抽时间炫个饭，晚上他排练新节目，发誓第二天惊艳众人。只是苦了住在他隔壁的麦公子，每天都被叮铃哐啷的声音吵得无法入眠。其他小熊的黑眼圈不一定是真的，而麦麦的黑眼圈一定是真的。为了报复灵岩，他果断加入熬夜小分队，不是咯吱吱啃木头，就是噼里啪啦吃竹子，主打的就是一个互相伤害。虽然熊猫宝宝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但出生在大鹅的小乌拉却是熬夜小能手。丁丁妈都已经困得手电筒一闪一闪的，小乌拉却活力满满，还想让老妈陪她蹦跶。而他的叔叔芒小五晚上不仅不睡觉，还跑去吃奶，甚至每个纽扣都尝一遍，最后烦的莽妞妞一脚将他踹开。不得不说，熊猫的夜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